迎来到陪你追日落，又和大家见面啦！我是赵磊，欢迎我们的这几位哥哥姐姐来到我们的现场，陪大家一起来看日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第一次参加陪看的木木。大家好，我是王老师，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刘宇刚，你们的看哥。大家好，我是徐工，今天我们能看到不一样的日落。好了，时间过得也特别快啊，这不知不觉的一下子都到了节目的尾声阶段了。哎呀，其实那天发生的事儿应该，其实还是挺记忆犹新的啊。但是有些也不太记得了。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今天又有新规则是吧？今日缘分天定，将由抽签完成分组。抽签应该是有抽签盒吗4片树叶。树叶，随便抽吧，看命吧。这说话有点违心。随便说说吧。已经磨合这么久了，是不是？知道怎么会说话了？对。天灵灵，地灵灵。拜一拜，拜一拜。你跟马琴，所以你跟马琴是一样的吗？去泰国嘛，去泰国要入乡随俗嘛。你是要把它抖出来吗？啊，出来一个。行，这是天意嘛？就找2片一样的叶子是吗？叶子里面有一些这个小纸条。就塞进去的。对，你们都没有在是吧？它是4位嘛？你俩去甜蜜去了好像。哎，那必须的。别把我抽到我不擅长的活动，那我得找个擅长的人陪我。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信命运。你看，所有人都跟我心里一样，都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那肯定呀。我是 A。谁是 A？ 我是 A。我也是 A。哎呀，对上了，真的很开心。我觉得就是天注定的缘分啊。那有兔子在，肯定就是很乐呵。我们俩就是姐姐弟弟这样的感觉，就是嘻嘻哈哈、吵吵闹闹。对，没错。B。老花镜就戴上了。对啊。就老是关键的时候戴老花镜是吧？他这是战略性老花镜。对。我是 B 组。哎呀，终于啊，李李也是松了口气啊。可以玩到一起去，可以安静一下下。你看李李笑的是吧？我是 B 组，谁是 B？ 我第一会选梦晴。那保佑跟马晴一组嘛？这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哇，就你俩自己觉得自己可秘密着呢，真的。我觉得我保护的隐藏的挺好的。拉倒吧，别去吧，哪有？谁是 B？ 我 B 组。我也是 B。没想到，哎呀，事与愿违。哎呀，好失望啊！对啊，我就心里闹心啊。我是 B。你作弊。你呢？B。你呢？你也是 A。B。为什么5个 B？ 大家都是 B。什么情况？你看你手动校准。时间不多了，如果你不再让对方了解你更多，那你可能也就没有太大希望了吧。你真的很不开心哦。还有明天啊，永远都有希望。在劫难逃。在劫难逃。这用词听到了没有？在劫难逃。梅姐开心就好。是。冤家在近。不是，主要是梅姐对我没招，你知道吗？我这嘴皮子。人生海海，怎么会遇到你？今日2队的游玩项目分别是出海跳岛游和高空餐厅。嘉年华，大家可以凭手速争取想玩的项目。我要 B， 我要 B。这样抢的，这样对面抢的是。幸福要靠自己去抢的。不像你们俩，你知道吗？不需要抢，我只是抢的比较早而已。你们俩就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了，你们俩就。
这不是抢的，这是饿虎扑食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充分展现出那种就是那种刚才那狒狒和那个猩猩的那种雄性的这种，就那种少年感特强，就对，扑过去。这个好，这高空的车特别爽。你看刚才生气呢。我一直想下海，我想去出海，昨天就没下水，很不开心，这个动作很不开。别跟小孩子一样，就小孩，训得好，训得好。哎，不去拉。听姐姐，听小姨的，听小姨的，对。好，行，听姨的。不是到底什么关系啊？这啥情况？他让我儿子喊他喊哥。哎，看着还是挺好玩的哦，很好玩。这个餐厅非常特别，最重要的东西好吃，对，它不是样子多。感觉就大家都不是在吃东西，就一直在拍照。就是他那天日落特别漂亮。对。酒窝男神，这酒窝都吓没了，哎呦！谁敢往下看呢？你看徐工你怎么两边看呀，徐工？啊，缩腿！哎，你还有这小动作啊，我都没看见。不会怕吗？姐姐开始关心了，小姨，小姨，害怕吗？不要怕，有我呢。可以躺下去，宝贝儿们。来啊！哦，哇，真的这样更舒服。是故作镇定，他吓死了。躺下来给我拍。拍。你看你那微表情，那个嘴唇。你不行吗？躺呀，不行姐的。好，行，听。怎么能不行？躺着吃什么呀？其实躺也就躺了。4个真的很好玩，你不觉得吗？握手了，3个人握手了。手不对，不是不手。手抓着你跟那个谁的手抓起来啊！抓呀！我想出一个字，高不可攀。好不好玩？1、2、3，左右。这个人完全不在线，这个人。对，大哥不在线。我跟你讲，那天 Ken 哥你一路表现的特别忧伤。你那时候心情可荡了是吧？在这么浪漫这种环境里面，那肯定是愿意跟一个就是更多喜欢的人在一起。不是一个，说更多，明显你就想说那一个，就想说一个，对，不是更多。跟我在一起越来越坏了，都知道我的这个套路了。真的，这还是大哥嘛，培训的好。那个其实体感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我都没有很抗拒的这种意识出现。其实我也很感谢他，因为其实他的性格嘻嘻哈哈的，想能带给别人快乐，然后会让我就是不注意这些，动手动脚的，你干嘛？就小孩嘛。玩什么都那么开呀？谁啊？我呀？对呀，就是开心嘛，就得沉浸在那个游戏里。那你跟罗非那时候玩的开心和现在的开心有什么不同呢？很大的不同哎，我觉得跟罗非那会儿其实就特别是开那个车的时候，其实因为他是说过他会开那种拖拉机，我就等于把安全都交给他了。然后你就相信一个开拖拉机的，还是没有驾照的。徐工其实去玩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帮助他，就是他伤后的那种反应，我会很在乎他的情绪。那后来我就发现，哎，他还挺会照顾人，然后更多的时候他的那种对游戏啊一些我情绪上的反馈，他会更正向。但是跟罗非其实可能年龄啊，还有阅历啊，包括他的可能职业吧，他会更有点像要一些深沉的呀，要一些更沉静一点啊。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觉得，你既然出来玩，就玩得尽兴一点。我们现在是在50米的高空上吃饭。我觉得有一种美是孤独美，当时我也是孤独美了。哎呦，那我帮你拍一个嘛。好。做的真好，好美呀！看看你的背后，那时候你就特别像一个大姐大的样子。对，因为我觉得大家情绪都应该照顾一下吧。但是梅的沉浸，我就觉得，你如果是以一场约会来判定的话，他的沉浸就只有他自己啊。那个时候确实需要朋友的一种关系，对，但是我真是做不来，你知道吧？
你这身在曹营心在。对你那天状态都不对，完全不对。都是罗非给闹的。没事儿，这岁岁平安。没事没关系，这不就这么岁岁平安嘛？真是的，岁岁平安多少事儿啊！开心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你们两个走中间啊，个手吗？绅士是，对。我们两边嘛，你们在中间。没事，那你一人一个。OK， 好。没事。我怎么像那老佛爷那小李子一样？好好看看他们在发生什么事情，对，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对，今天终于可以知道了。给我观察一些小的细节啊。嗯，好，帮你一块观察，然后告诉你。对。麻烦你一定要跟他说慢一点，好吗？快一点的泰语怎么讲？溜。你看，哎呦，溜。怎么刚看出来？你知道吗？开始进入状态了，去泰国才进入状态，对，越来越坏了。之前只是笑笑就算了。你什么心情？啊，采访一下。我就特别想给罗非踹下去，你知道吗？我上面去。先翻再听。但是为了能符合那个妹姐的这个心情，我把妹给放在这儿就行。溜。哎，你说他们这个船，你玩过这个吗？这就是个香蕉船，这太快了，转弯了，以为对，转弯时候很容易就是那种翻下去。这怎么也没翻过呀？这个转弯时候很容易翻的。我觉得空中那陈醋的味道好浓哦。啊，是吗？有吗？有。在茫茫的一片醋海中。哦，这里拍出来的景也好。这个地方真的是超赞，超梦幻。啊，你们买了这个大蝴蝶结回来啊？好像有这个，不然找不着咱们的。对。哎，玩这个 ，Two Time。你们俩当时自己先玩。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已经忽略了你了，他是在陪我。不是，他在给我找礼物。哦。是吗？差不多。挑2个，就是你没有投中，他们也会尖叫。对，光华也会叫。我跟你说，他们那个工作人员超级有这种工作热情的，就是情绪带动的很好。这叫什么？情场失意，赌场得意。这是标场。Rabbit，I want rabbit。Okay, you want rabbit？ 这段。哦 ，I want rabbit。哦，你感觉不是在陪我呀？你是在顺手陪一下。只是想拿礼物。你们俩都拿了兔子。他学我。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当然他捏的没反应嘛，对啊。其实我都忘了，你知道吗？给我的吧，好可爱。给我的吧，好可爱。我也太小气了。也太小气了。不就一个兔子吗？送人怎么了？就是太小气了。You like this? I can give you。后来有个小孩把我的东西拿走了，你看，这是他后来干的一件大事啊！他要帮我又去赢了一个。哇哦！那我再给你打一个，我再给你赢个兔子。他真的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不得不承认。哦。哎呀。你当时是不是觉得他好帅啊？对，超帅，我觉得他。我在东城区号称标王。好可爱，谢谢。真的很。哎呀，小姨抱上去了。哎呀，这不应该的吗？就我看他身上，就照顾人啊、关注人的一些细节的点方面的话，还是有一些这种亮点。
像今天后来不是没有带包嘛，我连我的什么唇膏啊、什么听力螳螂全在他那边。要不补个唇膏？徐工行啊，徐工。移动那啥大背包，就出门其实什么都就带真的就叫一下，哎，徐工走，东西都带了，就什么都在他那儿，真的很难得。我觉得你有点像机器猫的感觉。我真的是什么都能掏得出来，什么都能掏得出来。我就觉得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对，就是没有说开，但是很微妙，但是很暧昧。这个时候是因为徐工很配合你，让你觉得心里都感觉到很温暖，还发现了徐工身上有一些比较你值得愿意去暧昧或者值得愿意去继续交往的那些优良品质。对啊，因为我觉得他就很真啊。其实我们看来感觉就是更多的是在不用去故意去为别人去表现的时候，你们在一起但是很自然的一种流露的舒服。我觉得就是彼此能够接得住这个热情，对，而不是跳线的。有的我要生成了，你要飞出去了，对，就彼此能够一块儿这种热情接得住。可能就在一些理念上面比较合拍，然后还有就是在一起玩的时候，互相会托举对方的兴趣，不会让对方觉得扫兴。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开心吗，大哥？我觉得你俩挺开心的。我们俩一直都开心，他俩真好，每次而且谁跟我俩在一块儿都开心。很开心。你们俩也爆个灯吧，赶紧走吧。我们俩不，我不。好像那个谁，李李是天蝎，罗非也是天蝎，然后我和马晴都是水瓶。我和马晴都是水瓶。哎呀，兔子歇会儿，歇会儿，那咱们躺一会儿，咱不说话了，咱们休息休息，静养一下。我今天就没怎么说话了，是你脑袋里面话太多。接着说。你背一个，我背一个，不然都被你身上，不好意思。哎呦喂！哎呀！哎呦！爱情鸟！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哎呦！哇塞，真牛排！好棒呀，肚子饿了。真的很好奇他们今天去玩什么了，也好奇他们昨天去玩什么了。他们也会好奇我们的一样。那晚上可以一块分享一下。你怀念想念的 King 哥。哎呀，他想的是你知道吗？他时时刻刻都想念你。但我们俩睡多久了？就是，自从你走了以后，都没人抱我上床了。不习惯，睡不好吧？对呀，你这小体格一般人抱不了。特别有意思，我以为一直你是情敌，原来是打错方向了。原来罗非才是。这庚子兵法白用了。就是。哇，又把我拉回到昨天的那种奇遇记，我觉得。希望明天再做梦，继续做梦。明天醒了就开始做梦。明天做梦啊！明天醒了就有跟在做梦一样。太不公平了。你怎么回事？太不公平了。哪里不公平？大哥，你这个对比度有点强，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真的。没事，哥扛得住。我觉得是。哥嘴皮子硬，你知道吗？心都碎成渣渣了吧？你知道吗？我们继续看后面发生了什么。哇，很美的人在这里等待。还有东西带给我呀？啊，这你啊，我都没看出来。那必须的，那么好看。你还有请了哪个模特来走那个啊？啊。那你形容一下我是谁吧？我想听你口中真实的我对你是什么感觉？你讲一讲。我们有一个点是很像的，都是希望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带来欢乐的。你呀？我小姨在家也话这么多吗？她其实话不算多的了。这张照片拍完10个月以后，我就拎着一个29寸的行李箱和2个纸袋子，我就彻底离开了这个家。所以其实我能感同身受，就内心深处的这种，最让人心疼的一部分吧，最让人心疼的一部分吧。这一点呢，我们其实是一个行为模式的同一类人。你把我说哭了。有纸巾吗？那里有纸巾吗？没事没事。
我有想过我以后要找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找的这个人一定是他会从心底里面知道他该心疼，他看到你有多疼。我其实是很心疼他的，其实他是受过苦的，但能不能让他以后不再受苦，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接触和了解。不好意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你要追求什么样的一个爱情，什么样的爱人。我觉得首先你能被看见，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基础、重要，或者说是缺一不可的一件东西了。因为其实这个是整个的旅程快到尾声的时候了，其实最后一次约会，在整个旅程的中后段，其实我们的接触是比较多的，就是在一起分享的时间和快乐是非常多的。确实也没有一个特别能够时间长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们去谈一谈。我们是需要在这个时间点想一想，怎么能从一个童话故事里走到烟火里去的，对吧？但是我是能看到你的不容易和就是以往受过的这些委屈啊，所以你够狠的，我这么一天到晚笑的人，被你一句话就给搞哭了。心疼2个字就戳到了。这就是我经常说的，老会看你飞得够不够高，但是没有人问你飞得累吗？所以被看见、被问到，或者成为被心疼的一个输出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其实得到快乐是很容易的，但真正其实不容易的是，在我们就是每天的柴米油盐的这些烟火的生活里面去，是需要努力的，是双方有很强的意愿和共同努力的决心。随着您的增长，其实我觉得努力是没问题的，我们要有好的心态，就是接受一切可能的发生。哎呦，那秘密准输，拿什么打王老师啊？哇！哎呦，这明显的就是。我觉得今后他俩真的是过日子的时候，肯定发生争执，估计咱们都得去医院看他俩去。就 KO 了。哎，一个就这样，一个就这样。明天快最后一天了吧？这么快吗？你怎么考虑我们就是节目结束了，后面的后续呢？你有想过吗？他们俩当时谈了这么深刻的问题啦。我其实一直以来挺害怕，或者说，不知道怎样应对异地恋的。也是我的担忧。不是王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啊，说，就是问他这个东西，你有没有想到会给他一些压力？因为生活中确实有这种情况，异地的这种关系，用什么一种方法去建立关系的呢？其实从节目最早的采访，我说不要异地恋，因为其实像现在就是想找一个陪伴。明白，对吧？然后现在走到这个阶段，两个人彼此很珍惜，也自然而然的在一块的，也很想就是把这个同频继续延续下去。那现在在这里，我不是很喜欢异地恋，未来希望那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是可以如何去推进？不是说今天我说了我不要异地恋，明天就得在一起，不是，这中间还是有过程的。你的最终目标是这样，对吧？那对啊，还是想好好的珍惜这份缘分。然后那后面怎么走，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早晚还是要面对的。我当时有来跟你聊，你会觉得是一种压力吗？有一点点吧，但是觉得这个反正迟早要面对的，也还好。怎么去做一个平衡吧？就是生活中也好，还是说两个人的顾忌的一些思想方面的，还是看后续看看还有怎么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努力的方向。所以我们这个年纪都会面临很多这种方面问题，那如何去取舍，然后去平衡，真的是一门功课。对，我觉得只要你们往一个方向去用力的话，我相信很多事情就会朝着那个变量去走。就是任何一段爱情都会最后变成亲情，变成亲情的时候，其实你的爱情是空了。比如异地恋，它永远保持一种新鲜感，距离产生美，这有它的好处。因为爱情就是与优点相处，婚姻就是与缺点博弈嘛。
真正在一起肯定有很多问题。这句话太好了，哎呦，不是结婚不是目的，幸福才是目的。你看见那大虫子了吗？昆虫吗？哦，那是大蟑螂，吓死我们了！哦，那只大蟑螂真的很吓人。我以为你看见徐工了呢。你不介意我到隔壁去看看他们哪个男生在，让他们过来帮我们弄吗？我不介意，我就在床上。他那个徐工他们在哪个房来着？我去找找。你这又想起徐工来了吧？那肯定了，那肯定了。好像我还敲错门了。黑龙是你还也可以。大蟑螂，我不怕。我们的浴室里面有一个，我去弄一下。你帮我弄我这等会一下。哎，他怎么出来？哎，对啊，他怎么出来了？不是徐工，你是一直在监厅旁边那房间的吗？对，你是监厅。我怎么就这个时候出来呢？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呢。可以进来吗？公主殿下在床上。哦，我知道舅为什么也主动去了，因为李李在这房间。对，在哪儿呢？这儿。他今天他居然洗澡的时候，这只蟑螂还在。我觉得他快死了，你就捏须子扔外面去。你还是徐工有领导才能，你知道吗？那个站在那儿，你知道吗？又指挥。我觉得应该放生。对，不是，我觉得养着，为了能机会再进到这房间里头，再给它往里放一只，你知道吗？啊，大家都好勇敢啊！真的是大家都好勇敢啊！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陪你追日落。下周呢，就是我们令人期待的大告白日了啊！其实哥哥姐姐们的故事还在继续，那我们下周就不见不散喽！拜拜拜拜，谢谢大家，拜拜。打开腾讯视频，看日落时分说爱你，每周3、周4、12点 SVIP 看正片，次日转 VIP 专享 ，SVIP 福利加码，周5看惊喜加更，更多甜蜜时刻等你发现。每周6、周日陪看正片，超多内容想不停。果然，你刚才说你俩真行。他说天灵灵，过来，天灵灵地灵灵。我们手抓手来挖左右左，你那么正经呀？行吗？咱俩用指写一下。来碰一下。好。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沉浸，畅享极致视听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专属优惠。现在开通 SVI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大屏观影等特权。腾讯视频 Jump 卡、年轻人专属会员、享亲临现场等10大权益。关注腾讯视频 VIP 官方账号，最新会员权益、福利资讯抢先知。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